6月22日，上海外滩天空有人拍到一个巨大的三角形 UFO。6月23日，国际权威杂志 Nature 发文称，地球可能已被外星智慧生命观察好多年了。6月25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报告，或许将首次承认 UFO 的存在。6月初，越南官媒也报道了一起巨型 UFO 出现的新闻，加上之前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对记者表示，外星人真的存在。如此多的消息接连出现，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封存了数十年的档案是否即将解密？外星人时代是否真的要来了？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他是月月。关于外星人时代是否要来了，凭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无法做出判断，最好的办法就是等新闻。而今天我要带大家回首一下过去，讲一个发生在我们中国的目前为止唯一被证实的 UFO 事故，那就是1994年都西林场离奇恐怖事件。1994年底，贵阳北郊2个单位出现的离奇破坏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电闪雷鸣之中，一些目击者看到天空2团刺眼的强光发出比火车还要巨大的轰鸣声，裹挟着怪异的狂风，将林场400多亩马尾松林迅速摧毁。与此同时，紧邻林场的铁道部贵阳车辆厂也同样遭袭。这里除了断树毁房外，据说还留下了很多难以解释的奇异破坏现象。1994年12月1日凌晨3点，一个寂静的夜晚，贵阳市居民正在熟睡之中，可城北18公里的都西林场突然出现一声巨响，附近职工和居民被惊醒后，目睹了他们一生中都没见过的可怕场景。那天风速很急，天空出现了红绿色交替闪烁的巨型 UFO。不同于以往的目击事件，贵州空中怪车事件有大批人证物证，而且还出现了人员升天、时间停滞等现象，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真实的 UFO 事件。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起事件中的6大诡异现象。当晚，都西林场马家塘林区方圆400多亩的松树林被全部拦腰斩断。更为可怕的是，调查人员发现，几乎所有树木都是在1米高的位置被切断的，这直接排除了大风吹倒树木的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大风这种自然现象吹断树木都是从树根部折断，还从来没有说从1米处统一折断。更为奇怪的是，林场中间的塑料大棚居然安然无恙。目击者这边，那晚失眠晚睡的林场职工陈连友、通宵玩麻将的靳富和以及半夜被惊醒的王明英3人，分别在相距10几公里的3处同时目击到了巨型发光 UFO 向东北方向飞去，而且这个 UFO 做了一个闪避动作，好像是出现故障的飞机一样，避开了居民屋，坠向了林场东北方向，而东北方向是都拉营车辆厂，其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都拉营车辆厂这边，目击者确认 UFO 是从西南方向飞来。职工发现车辆厂房顶被全部破坏，四周围墙被推倒，地磅房的钢管全部断裂，而且有2根钢管并不是弯折，而是被拦腰斩断。调查人员证实，钢管里没有焊缝，所以更像是被某种神秘力量给切割开的。职工们惊恐地发现，一列停在厂里的火车被移动了20米。这辆火车自重24吨，里面还装有50吨钢材，而且车轮被紧紧锁死。更为可怕的是，火车移动的方向也非常奇怪。当时灾害的方向是西南向东北，而火车移动的方向恰恰相反，是东北向西南。有人问，火车移动的方向会不会恰巧是下坡？事实恰恰相反，火车移动的那20米刚好是一个小上坡。火车移动之谜，直至今天都无法用科学解释。如果说以上3个诡异之处还算正常呢，接下来的3件事就要令人不寒而栗了。事发第2天一早，人们在地面发现许多奇奇怪怪的爪印，凹痕里还有一层黑灰覆盖，像是电焊枪对着地面喷射时留下的印记，可形状却极为怪异。还有一件奇怪的是，在这个位置，当夜凌晨，2个值班的经济警察竟然被一种神秘的力量
带离地面1米多高。两位警察罗维俊和王军二人回忆，当晚凌晨3点，他们正在巡逻，突然听到身后有巨大声响，还没来得及回头，就刮来一股狂风，二人瞬间飞离地面。更为诡异的是，二人在几米高的天空中飞行了20米远，居然平稳着陆，毫发未损，这绝不是普通大风能够做到的。这也是空中怪车中最为诡异的地方。事发第2天，车辆厂职工于永波在那片神秘的爪印上站了20分钟，后来他竟然发现自己的手表慢了20分钟。于永波隐隐的感觉那片爪印不正常，于是当晚又去逗留了4分钟，果然手表又慢了4分钟。后来有调查人员在爪印处拍照，只停留了2分钟，手表却慢了15分钟。国际上一些从事 UFO 调查的人员说，全世界许多目击飞碟的地方都会发生这种现象，因为飞碟逗留处通常会留下强磁场，进而影响附近的机械和电子设备。事发第2天，贵阳电视台记者也来到现场录制视频，结果摄像机惨遭磁化，胶卷也全部曝光。这起空中怪车事件和我们之前讲的谁在背我飞行事件、孟兆国与女外星人发生关系事件被并称为中国3大 UFO 悬案。但那2起事件主要是靠当事人自己讲述，而空中怪车事件却有无数都西林场职工和杜拉营车辆厂职工亲眼目睹，可以说绝无造假可能。那么这起事件直到今天都是怎么解释的呢？还是分为科学和玄学2种。科学方面，一些专家学者猜测可能是某种罕见的极端天气，比如球形闪电、龙卷风等等。可是别忘了，这起事件中种种怪事很难完全用自然去解释，比如树木拦腰斩断，可塑料大棚附近的电线、通讯设备都毫发无损，甚至没有任何人畜受到伤害，包括被风吹走10几米的2位警察却没有受伤。还有人认为是陨石、飞机、导弹、火箭等物体，不过也只是猜测而已，没有任何证据。另一派认为这是一起真实的外星飞碟事件，毕竟那么多人都目击到了发光的圆盘，而且根据现场树木的情况调查，很有可能因为当晚是雷雨天，一个大型的飞行器出了故障，进行了几次跳跃性飞行之后迫降到了都西林场，随后逃离。确实没有看到飞行器残骸，把它解释成 UFO 迫降后又逃离，可能更为合理。无论如何，1994年贵州空中怪车事件都是我国一起多人目击最像外星飞船来临的事件，高于我们之前讲的2010年杭州萧山机场事件。最后回到开头我说的话题，外星人时代真的要来临了吗？真的会有越来越多封存的档案要为我们解密吗？大家拭目以待吧。谢谢大家，我是邓肯，祝大家7·1快乐，祝我们的党100岁生日快乐，咱们下期见。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